当地时间9月10号晚，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举行首场电视辩论，两人围绕美国经济、移民、巴以冲突等议题展开激辩。辩论后出炉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哈里斯表现得更好，而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也在辩论后发文表示支持哈里斯。 美东时间10号晚间，哈里斯与特朗普的首场辩论在美国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辩论现场没有观众，持续约90分钟，中间有2次广告时间。辩论前，两人通过掷硬币的方式决定了讲台的位置和结束语的顺序。最终，特朗普选择发表结束语，而哈里斯则选择站在观众屏幕右侧的讲台上。根据规则，演讲台上不允许使用道具或预先写好的笔记，但给每位候选人提供了1支笔、1叠纸和1瓶水。 晚上9时，辩论正式开始。哈里斯主动走到舞台靠近特朗普的一侧，向特朗普伸手。Kamala Harris, it's a good debate. Nice to see you. Have fun. Thank you. 这是自2016年与希拉里·克林顿同台会面以来，特朗普在总统辩论中首次与对手握手。有美国媒体形容这是一次尴尬的握手。在此前6月，拜登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中，两人并未握手。极为简短的礼节性寒暄后，两人首先就美国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针锋相对。Let's talk about what Donald Trump left us.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unemploymen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public health epidemic in a century. Donald Trump left us the worst attack on our democracy since the Civil War. And what we have done is clean up Donald Trump's mess. 对此，特朗普批评哈里斯和拜登政府推高了通胀，严重打击了美国人的钱包。他还嘲讽哈里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经济计划。She doesn't have a plan. She copied Biden's plan, and it's like 4 sentences. 随后，特朗普将话题转移到自己的强项移民问题。他称，美国南部边境涌入的非法移民正在暴力接管美国的城镇，并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But when you look at what she's done to our countr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s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that are pouring into our country monthly, and just look at what they're doing to our country, they're criminals. Many of these people coming in are criminals. 根据规则，两人分别有2分钟时间回答问题，2分钟时间进行反驳。为了避免发生互相抢麦的闹剧，承办此次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上周公布了新的规定，其中一名候选人发言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会被关闭。 而且他们事先不会被告知话题或问题。不过，这一规则显然没能阻止特朗普。Thank you, Vice President Harris. Well, there she goes again. It's a lie. 透过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特朗普发言时，哈里斯不时摇头，流露出不满与嘲笑的面部表情和口型。据悉，为了这场辩论，哈里斯专门进行了5天的闭关准备，并试图通过攻击性言论和表情激怒特朗普。Well, I think this is so rich.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has been prosecut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crimes, economic crimes, election interference, has been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ssault, and his next big court appearance is in November at his own criminal sentencing. 今年5月，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成为首个被判有罪的美国前总统。当地时间9月6号，美国纽约一名法官以避免影响美国总统选举为由，将特朗普的封口费案量刑宣判日期从原定的9月18号推迟至美国11月大选之后。 哈里斯的策略显然很奏效，这一话题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随后的讲话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辩论的气氛明显发生了变化。期间，特朗普还无视主持人的问题，开始为他的竞选集会进行长篇大论的辩护，甚至语出惊人，声称有移民在俄亥俄州吃宠物。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 pets. 哈里斯听后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辩论主持人之一的缪尔纠正说，俄亥俄政府已经驳斥有关传闻，当地并没有宠物被人吃掉。哈里斯还不忘落井下石，嘲讽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笑话特朗普。And world leaders are laughing at Donald Trump. I have talked with military leaders, some of whom worked with you, and they say you're a disgrace.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统计，比起今年6月特朗普与拜登的辩论，他与哈里斯这场1小时40分钟的辩论氛围更加热烈，内容丰富，两位辩手的语速也更快。刨去主持人用时和相互打断，特朗普的发言时间约43分钟，而哈里斯的用时超过37分半。另外，数据还显示，哈里斯的攻击性更强，他向特朗普发起攻击的时长为17分半，比特朗普多出4分半。这场辩论在5方面交锋最为激烈，其中4项为美国内政问题，包括经济、堕胎权、移民和特朗普的官司；剩下1项为针对国际热点冲突的美国应对，包括俄乌和加沙地带的战火。辩论结束后，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自己表现更好。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哈里斯是今晚唯一的获胜者，而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多条消息庆祝胜利，称这是他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辩论。因为两位主持人偏袒哈里斯，自己赢得了这场1对3的对决，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群发电子邮件宣布获得胜利。不过，根据辩论后即刻出炉的闪电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哈里斯赢得了这次辩论，远远超过特朗普的37%。对于哈里斯而言，还有一重大利好。辩论结束后，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支持哈里斯。这一消息为美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斯威夫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强大号召力，仅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的粉丝就达到2.83亿。人群覆盖超50%的美国成年人。特朗普和哈里斯第一次电视辩论，您怎么评估呢？这次辩论大家都很关注，我的评估呢可以概括为3句话：第一是回归正常，第二是平分秋色，第三是启动冲刺。所谓回归正常呢，就是指这次辩论，正如我事先所预料的啊，两个人都有所约束。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两党竞选不正常恶斗的那种氛围，出现了一个至少比6月份特朗普和拜登那次电视辩论相对温和、相对回归正常的竞选氛围。比如说啊，出场的时候两个人呢还互相握手示意，哈里斯也向特朗普做了自我介绍等等啊，在辩论当中两个人也没有太过分的言辞羞辱等等。第二呢就是平分秋色。从哈里斯来说呢，他这一次电视辩论确实略占优势，因为他是在拜登6月份那次失败的辩论基础上起步的，那个起点太低了啊，这样呢就给了哈里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空间。另外呢，还应该注意到，哈里斯从7月初接替拜登出山之后啊，在短短的6个星期时间里边，他不仅基本收复了民主党的失地，而且呢，在竞选资金入账、党内的支持热度、选举志愿者的人数啊、竞选集会的规模等等方面，都超过了一度领先的对手特朗普。但是呢，我说这次辩论是平分秋色啊，就是说，特朗普也并没有明显失分，相反，特朗普相对的比过去温和的这个态度啊，可能还使他在中间选民当中也得了一些分。第三呢，就是启动冲刺，从现在开始到11月投票还有50几天的时间。从目前来看，两党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特别是在7个摇摆州体现的尤其突出。在这样紧绷的情况下，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既要冲刺，两个人可能还会选择再次辩论，在竞选当中既要否定拜登的缺点，又要保持和拜登的良好互动，这是哈里斯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压力。而特朗普恰好就抓住了这一点，在攻击他。就像当年很多在野党的候选人竞选当中啊，批评执政党候选人的那种进攻的这种策略啊，就是既然你想要启动你的新方针，那为什么在你现在在任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做好呢？这对于哈里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境，需要解决。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您怎么评估本次美国大选的走势呢？应该怎样准确地把握评估美国大选选情的走势？我觉得有3个大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摇摆州，摇摆州的问题大家都比较清楚啊，因为美国的选举人票的这个制度所决定，特别是两党的支持率又比较接近的时候，关键就要看摇摆州。第二个指标呢，就是突发事件，现在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投票方向的那些选民，大概也就只有4%到8%左右，而这些人呢，他们都不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的铁票。他们最可能会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偶发影响，比如说特朗普被枪击这类的事件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强化和两党本来就极端对抗的氛围在交互作用，所以今后2个月的美国呀，真是什么事儿都可能会发生。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啊，这就是特朗普民调失真的特殊性，就是他的实际支持率啊，总是较大的高于他的民调支持率。我们请看数据，在2016年特朗普希拉里之争的时候，当时选前民调，希拉里一直胜出特朗普10到12个百分点，但是到最后普选的票呢，希拉里也只赢了300多万票。更重要的是，在选举人票上，希拉里被特朗普险胜。可见当时特朗普实际支持率比他的民调支持率啊，大概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是特朗普与拜登之争，那次的民调当中啊，拜登一直是领先的，也是因为当时特朗普做的实在太烂了，而且又有疫情的压力等等啊，所以拜登一直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左右啊。可是最后呢，虽然特朗普失败了，但是也只输了5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选举当中，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比起民调支持率也大概要高出了5个百分点左右。这种明显的扭曲的民调支持率不能反映实际支持率的这种现象啊，造成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比如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啊，他不愿意接受民调或者没有被抽样调查，而在投票的时候，他们又比较积极的出来投票。另外呢，就是民调本身的设计有问题，比如说设计的题目有问题啊，可能相对来说那个设计的题目不太有利于特朗普等等，这当然就反映了民调机构或者媒体机构等的因素了，包括媒体舆论等大多对特朗普缺乏好感等等，这种因素啊，各种因素积少成多，就会形成这样明显的民调扭曲现象。